提到桃园，就会想到桃园跟中立的世纪之争。但你知道吗？除了以上2个地区，还有一个叫做富冈的小镇，那里拥有全台湾唯一一座蒸汽火车检修厂。今天我们也来到中立车站，想要问问街上的人，到底知不知道富冈这个地方？从来没有听过富冈，我连听都没听过，我完全不知道有这个地方。之前坐区间车去新竹的时候，好像有听过富冈。那你知道铁道机场在富冈吗？知道，真的是没听过。我连富冈都没听过，你希望我知道？今天来到桃园，发现大家对于富冈这个地方都很陌生，甚至听都没听过。但其实2018年政府在此举办了地景艺术节，就是看中了这个地方的铁路文化。但短暂的艺术节过后，发现对于地方的发展也不是长远之计。于是地方政府发现了这个问题，在此成立了富冈创生协力队，是一群对这个地方小镇充满热情的年轻人所组成的。其实一开始是因为我们接到了文化局地方创生的案子，这个案子是希望可以在这里设立一个办公室，然后希望可以找年轻人回来，那来经营这个地方，然后一起在地方做创业。因为在地就业机会比较少，或是都在周边，年纪大概分布在40岁到80岁之间。像我们这条富冈老街上面，就总共有5位的90岁以上的长辈。自己亲身到富冈这个地方之后，你有发现富冈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？其实富冈是一个很美的小镇，它有别于大溪、三峡甚至是迪化街。其实它是一个很有生活感的小镇，你可以看到它上面有老房子，可是也有很多生活上的店家。对在地人来说，我们是一个外来者。我们透过租这个房子跟修缮这栋老屋的过程，开始跟在地的居民产生连结。在地人是很热情的，他们会不断的来对我们这个年轻的团队给很多的关心。那可以说一下，就是实际我们租了这个房子之后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吗？我们原本以为这是一个闲置的房子，可能很多年没有住人了，就没想到问了隔壁的邻居，隔壁邻居说有啊，里面住了一个阿波。那我们那时候就跟阿波说，阿波，你有没有机会可以把这个空间租给我们？可是你还是可以继续的住在这里。可是我们年轻人没有钱，那你可不可以用免费租金的方式给我们？然后我跟你签5年的长约，我们帮你修房子，你可以住得比较好，也有年轻人陪伴你这样子。我一想到我这房子也是空的，对不对？大家物所需，对不对？哈，我就让你们发展，能不能把我们这富冈地方再起繁荣，大家多好，对不对？我这想法是这样子的。在2020年，夫妇小山刚租下邹妈妈的房子后，便开始进行老屋改造。除了要改善原本房屋的问题外，团队也试着保留这栋街屋原本的样貌。我们也希望在整理的过程中，我们把天花板给打开来了，把原本包覆这些漂亮木梁的木造天花板全部都拆掉，然后露出了原本结构的木梁，也把2楼的地板打掉了一些，让大家可以抬头看这个漂亮的空间。其实信义街上的老屋大概都是前段保存着原本的风貌，那在后段的部分也因为生活的需求，所以他们其实都改建成水泥的样貌了。那我们把这个空间原本早期天井的样貌把它保留下来，在整理过程中有墙壁的颜色还是原本那个时候最早期的墙壁的颜色。屋子的状况因为93年了，所以它其实非常的老，漏水的状况非常的严重，所以天花板都坍塌下来了。那因为这样的状况，可是我们年轻人其实并没有太多的钱可以修缮这些东西，所以我们就在网络上发起了一个老屋擦澡工的计划，招募到了300多个志工，有在地人、社区的人、外地来的学生，有喜欢老房子的人，那也是有的是希望关心地方事务的人，他们都一起来帮忙。看完这栋老屋的改造，从原本破破旧旧的房子变成焕然一新的空间。而富冈的街上其实也有很多像这样子的老房子等待我们去发现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恩婷带我们去富冈的街上看一下吧。
那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我们富冈非常有名的地标吕家洋楼。那它建造年代跟富冈火车站其实是同一个时期，大概1929年的时候就建了。那它比较特别的是，它的中间的上方有一个穹隆顶，它其实是有一些特别的图案、特别的意涵在上面，桃子啊跟一些稻穗。那之所以为什么是用桃子这类水果，是因为要祈求长寿跟那个多子多孙。然后为什么要稻穗？是因为他们是希望能透过就是农田啊，带动一些丰收富饶。说到老屋和稻米的关系，不得不提到的就是曾在二战时被美军扫射到7个弹孔的碾米厂。富冈是整个周遭农地，像大坡啊、新屋、湖口那边，他们会把米送到富冈做加工，然后把加工好的米放在铁道仓库，然后后面做运输。所以其实这个碾米厂它见证大概就是富冈的一个农业，就是因为它是稻米，然后它又是在铁道旁边，因为它要把米运在这边，然后在铁道再运出去。所以其实这个建筑我们可以看到稻米跟铁道的一个结合，其实就可以在这个建筑里面看到。2013年的时候，台铁也将原本位在台北市的台北机场迁移至富冈基地，成了目前台铁唯一可以进行蒸汽火车大检修的地方。保留了许多老火车，也让这座火车医院变成富冈的特色之一。我们更在基地旁发现了一座非常特别的建筑物。大家看得出来这座像火车又像是宫庙的建筑是什么吗？它其实就是全台唯一一座以台铁自强号车厢改建而成的土地公庙。它不仅紧邻旁边的火车医院，它更是富冈土地公文化的呈现。从过去富冈车站到富冈机场，富冈渐渐与铁道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，更有非常多铁道迷喜爱来富冈摄影，捕捉火车奔驰而过的瞬间。富冈不大，一天就可以慢慢逛完。沉睡了几十年的农业小镇，有着在地居民的信仰伯公，浓厚的客家文化，更有着大家引颈期盼有天可以参观的机场之旅。在地人比谁都希望富冈能够重回当年的风华，而都市化人口外流的挑战却接踵而来。唯一不变的就是这些街屋、历史老屋的保存，还有浓厚的人情味。随着渐渐苏醒的富冈，吸引着更多人前来探索这座曾经不为人知的铁道小镇，究竟还有几种可能？关于富冈的秘密，等着你们来解锁。那个我看你，如果对，不要看稿啊，你看稿吗？确认，他生气耶，快点。好，进去。没有啊，我看人家怎么讲啊，我观摩一下啊。在看完这个节目，就是这个节目原本是平常不行的样子，但是可以被改造成这样一个焕然一新的感觉。所以我觉得，那富冈这个小镇是不是有更多地方是值得我们去发现？那现在你就要带我们去找找看，这个地方还有什么新的活力？就直接用这一段就好了。OK， 然后 P 他的脸上去，然后再 P 我的衬衫上去，就用这一段就好了。你快点，不要那么消极。